今天早上天气不错，出来走一走。下午有跟发型设计师约好剪头发，因为约设计师的话，常常就是很难约，因为我最近都是见红休，就是没有办法用排班平日的时候去。现在也怪，现在理发业就只要它不是什么100元快剪，它都要用预约，所以你平日不好剪，就是假日不对，假日不好剪，因为假日不好预约，就是要平日的时候，他们店家比较有空，所以就是如果说一定要假日的话，就要1个礼拜前，或是更早，或是要他有空档再让你进去的，所以就是见红休有见红休的好处，但是排班有排班的好处的。对，因为见红休的好处是大家都休的时候你也休，然后大家都没休的时候你也没休，就比较没有相对的那种比较相对剥夺感比较没有。对，它好处就是比较没有那种排班的这个竞争啊排班的这种冲突比较没有，所以同事的感情就会好一点，好处在这里。最近我在想，有多少人出了社会之后就开始说谎，像说卖保险的，明明知道说这个保单的保障很少，他还是为了佣金去卖给客人。又或许说理专，他明明就是觉得这个基金风险比较小，但是他就不推荐给客人，他就推一些风险比较高但是佣金高的产品给他的客户。这不是昧着良心在说话吗？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出了社会之后，自己的良知也被蒙蔽了，所以出了社会就开始说谎。还有卖金子的店面，他就告诉客人说，一个人走了之后，他在底下用得到，买越多他过得越好。这也是在骗人的，这也是在说谎。他搞不好自己也知道这个是假的。然后可能那个什么卖股票的人，就是股票分析师，他可能明知道这一张股票一定会亏钱，或是这家公司的营运不好，他就不讲。然后他就可能他的背后的老板有给他一些好处，他就在公开平台上面说这个前景很好啊，后面的价值很高，这样他就要把他身上的东西脱手，这也是在说谎。然后做婚纱的，他明明知道就是不婚率很高，没什么人要结婚，他就跟他的客人讲很多人结婚哦，然后很少人离婚哦，结婚才是好的这样明明就离婚率很高，不婚率也很高，这也是在骗人嘛，就是罔顾那些数据，罔顾那些真相，去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为了赚钱，去说一些根本不是真的事情。多少人是在出社会之后，他就习惯说谎，都不会有脸红脖子粗，也不会有脸红气不喘，都不会。他就是说谎成性嘛。对，为什么这些人是
可能他的良知都是因为出社会而蒙蔽了，然后明知道就是养儿育女很困难，啊，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自己也知道，有些人没有这个能力，然后他就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生小孩而生小孩，后面发现自己扛不住了，然后就怪这个怪那个，这也是在骗自己嘛。因为最病入膏肓的谎言，就是连自己都骗，你自己都不相信，但是还告诉自己可以，就是没办法成功嘛，没办法成功，自己知道啊。那骗自己也骗别人，所以说谎这件事，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你去找一个自己合适的工作，然后都是说真话的工作就好，不要去找一个说假话的工作。对，然后每天骗自己，然后拿那些钱去填补自己的罪恶感，这样何必呢？你钱也没留下来，赚的钱都花掉，那昧着良心赚的钱也留不久了。说实在。最后告诉自己，如果说你发觉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很惨，好像活不下去了，你就要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例如说，你可能给自己一个方向嘛，说啊，明年你存一笔钱，明年要出国，或是今年要出国，对，那你就可以活到那个时间。你不会那么快放弃你的人生啊。例如说，你去参加什么比赛好了，说啊，明年参加什么比赛我一定会冠军，你是不是你就有这个动力可以活下去？这就是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很失败，你的运气一直不好，你就要用这种理由活下去，不然没办法。然后你给一个自己活着的理由啊，否则你可能运气不好，一辈子都失败，你就很快就想结束，就人生不能结束了，真的，结束就没了。就要相信你活着的未来的每一天，某一天你那个奇迹会发生，你可以活下去。